式。首先，我们在纸上面先演示一下一些重点，画一个长方形，看一下整个甲面上的一个构图。然后这个甲面上的构图的话，我们要记住一个3点定位，但是这个3点定位的话，不是说我们在3个角这里去进行一个定位，这个3点定位的话，整体去往下移。大概的话占我们甲面的2/3。好，你把2/3的位置分出来，然后这个位置我们要进行花卉的填充，然后这个位置也是花卉，好，这个位置也是花卉，好，形成这样子的1、2、3个点的定位。而在我们的甲片上方中段到后缘啊，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要去进行人物的一个绘画，也就是说，除了这3个主花朵在前方，整个后面的一个背景全部都是人物的一个填充啊。然后这个人物的话，是我们放大版的一个人物，就是它主要部分在终端的话，这个地方啊是它的一个面部、脸部，然后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它头发的颜色去做填充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位居于前景的这个地方的3个花朵，我们应该怎么去画呢？这个3个花朵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菱形。好，花朵的位置是由菱形去进行演变，将它的4个角全部都给它圆润化处理，两边的尤其圆润，然后两端的尖端也要去进行一个圆润化的处理。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先走什么形呢 ？S 型。好，记住这个 S 型。来看一下演变。好，这边先打一个拉长版的 S 型下来，然后尖端呢可以圆润一点 ，OK， 收过来。好，这样子形成一个花瓣的形态轮廓。这个花瓣形态轮廓的话有很多种，这是第一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第二种是它的尖端圆润，两侧的棱角啊圆润化。好，往花心成一个收拢的姿态。好，这是第二种。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第三种的话，我们是好，先把尖端画出来。好，尖端画出来了之后，这边 C 弧可以进来一点啊，也就是在它这个位置可以稍微的进来一点，然后把左边的这个 C 弧画出来。好，右边的 C 弧画出来，花心靠的时候呈收拢姿态。啊，这样子感觉它有一点层次了。好，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种。第四种的话是一个横躺着，稍微有点斜的这种 S 型啊，斜着的 S。那本来它是竖着的，现在呢它往右边倒了45度角，然后在它的尖端连起来，这里像一个小叶子一样，然后在它的半腰的位置。一个 C 弧跨出去，往花心成一种延伸收拢的姿态。好，这是第四种形态。然后组合的话，我们去给它组合起来，这个花型。你怎么去画，怎么去排这个花瓣都 OK。好，怎么去排都 OK。总之呢，你只要画出4个花瓣就可以。好，尖端。好，就这样，只要画出4个花瓣就可以了啊，不要5个，就要4个。然后这个地方空不空的无所谓，你再加一点也无所谓啊，这个地方空开也没有关系，这个花就是很自然的一种花。好，然后呢，这是主花朵前面主花朵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中间人物头型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构图？首先的话，我们先去讲一下它的一个五官啊，它的一个五官。眼睛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眼睛。眼睛的话，我们去用什么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呢？啊，先画一个长方形吧。好，眼睛我们去看一个长方形。好，然后先画一个长方形，在这个长方形的上方2个角的这个地方啊，画一个小斜线。好，上方2个角的这个地方画一个小斜线，然后下面这里也是2个小斜线啊，可以去画成一个 C 弧，然后呢，这基本上就是它一个眼睛的轮廓了啊，这基本就是它眼睛的轮廓。但是呢，我们要把前面眼尖和眼尾的地方啊，要去给它做一下延伸长一点点。
啊，也就是往外再延伸一点点，转角的位置再圆润化一些，中间平一点。好，这是它的眼睛的画法。双眼皮的话，为了表现无辜的那种感觉，有一种无辜感，我们把中间横向画一个小横线。然后小横线到了眼尖这里有点往上扬的感觉啊，到了眼头这个方向有一点微微的往上扬的感觉，然后再接下来，再接着这条线，打一根细细的小斜线，顺着眼尖的方向下来。好，这就是它双眼皮的一个画法感觉。然后在它的双眼皮之上，我们再接上一条细细的线，好，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无辜的那种眼神的感觉啊。这是它的眼皮，就带着它的眉毛。好，眉毛也是在上方，这里成了一个错位外八平行的感觉。好，眼睛会被头发遮住，到时候，眉毛画出来，它就是那种很无辜的那种感觉。然后眼球给它画出来，眼球大大的，左边一个 C 弧，右边一个 C 弧。眼球的话可以稍微画大一点，在两个转角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去起始下来，前后都是留了开口的啊，这就是它的一个眼睛的部分。眼睛的部分画好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它的鼻子就不用说了。鼻子的话，我们这里是画的有阴影的鼻子，所以说这里的话是一个三角，表现出它鼻子的一个阴影区域，阴影的重点在这一侧。好，阴影画出来，表现它鼻子的一个立挺感，然后再到侧面的这个位置画，轻轻的画一个斜着的往我们的左上角轻轻斜着的一个小点儿，表现它的一个小鼻孔。然后嘴巴的话来看一下嘴巴，嘴巴的话我们画一个往上凹的这样子一个半圆。好，往上凹的半圆，然后下方稍微有点往上凹，但是又接近于平缓啊，稍微有点往上凹，但是呢又比它平缓一点的，接近于直线，但是呢微微有点往上凹，这样子一个线条。下嘴唇，把下嘴唇的厚度给它做出来。好，然后它这个表情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对不对？嘴巴有点微微张开啊，整个脸庞是抬起头往上的那种，抬头往上看的那种感觉。啊，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先去画一个长方形，然后两个边角一个小斜线，下方一个 C 弧，眼尖出来一点，眼尾出来一点，转角位置圆润化。好，眼珠。上眼皮和下眼皮都挨着的啊，这个眼珠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好，然后双眼皮儿中间一个横线，好，再来一个斜线，顺着眼尖的眼皮上眼睑这个位置下去。好，眼皮的话，这里打一根斜线，往上的斜线，稍微有点斜，再下来一点。好，头发眉毛，在这个区域，但是它的眉毛我们是不会画出来的，因为有刘海。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面部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脸型。脸型的话是有点偏方娃娃脸的那种，所以说我们稍微给它，我们可以先画一个正方形，然后在这个正方形里面，我们在这个角落的这里，好，先打一根斜线过去。然后再依靠着这个斜线往边缘靠。好，下巴的位置。好，它的一个脸型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甲片上你们怎么样去定点构图，以及它的五官要怎么去找啊？如果说在甲片上我们开始去找它的一个脸型的时候，先找到它的上额头，好，上额头，再找到它的下巴的位置，下巴的位置找好了之后，再找到旁边的脸型旁边的三七线，给它形成一个这种偏正方形的一个角度啊，偏正方形不一定也要标准，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两条线当中，我们再去把它的脸型画下来。对，中间这个节点的位置在这里，好，就是这个 C 弧啊，这个 C 弧中间1:1，那这个宽度是1，好，这个宽度是1，也就是中间一半的位置定个点。好，在这个点的地方呢，我们以斜线过来，好，以斜线过来，再以斜线到这个地方来，好，就相当于是两条斜线了啊。
好，连过来。明明可以是一条弧线，我们给它走成了斜线。好，然后下巴稍微可以微微的一个小圆弧连接起来。本身的话，这两个，你看这三个边之间，这里的话，我们本身是一个正方形，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正方形变成一个这样子圆的一个弧度，圆的弧度呢，取中间一半的位置，然后把这个圆的弧度变成直线，对，直线这样子打过来。那明白这个意思了吧？然后在这个轮廓里面，我们去找到它的一个五官，你可以先去把眼睛的位置定出来了。眼睛的位置在离它的整个五官的话，我们可以中上一点位置，去取中上一点的位置。好，然后下方嘴巴的位置，嘴巴的位置就正好在这个脸蛋的位置。好，这个给它分成一个3段。3段，然后额头的那里的话，因为是有刘海，还有再加上眉毛，所以说有点偏高，就这样子去定就好了。也就是说，从这条我们不是定了4个点嘛，对不对？4个点，我们就是眼睛的位置，从这个点儿，这2个左右的2个位置去找横线、水平线。好，然后在这个中心点的位置，我们可以去找刘海儿2个大 C 弧，中间头发这里是往下扣起来的一种姿态，然后呢，从上方画出它的一个翻折感的头发。翻折感的头发怎么去画呢？我们可以先找到一条隐形的中线，对，打一个虚线，表现它的一个发缝。然后呢，顺着这个弧度，用直线的方式顺着这个弧度出来，这样子往下。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那种卷曲的刘海，然后呢，再顺着它的发线往外，头发往外飘，就这样飘出去。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几根碎发往外 C 弧，好，就这样飘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头发，你还可以再给它来几根飘散的都行然后接着它眼睛的位置，就是在它下方这里去定它的眼睛。如果说不会画眼睛的，就可以先去定一个框框练一下，掌握了一个形之后，如果说已经掌握了这个形之后，你就不用画这个框框，你直接就去画这个眼睛就好了。直接就去画。好，下方一个 C 弧，稍微超出一点眼头，中间眼距不要隔得太宽因为中线在这里，然后眼睛的话，你不要中间挨得太近好，然后呢，也不要挨得太远，然后鼻子的侧影在这个地方，好，鼻子的侧影在这个地方，嘴巴在这条线。好，上一个 C 弧，下一个 C 弧，平缓的 C 弧，嘴唇，好，定出来，眼珠一画，好，双眼皮什么的，眉毛是看不到的头发挡住了。我们画一点眉头出来就可以了。好，它的一个整个五官呢就出来了。脖子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脖子是在整个面部的3/7线上面，整个面部的3/7线，那这个线对下来，好，中间眼珠子这个位置对下来，这里就是我们去找的3/7线。好，这个位置去画脖子这根线条这里，然后这个点和这个点，好，我们去画脖子，一个往内凹的 C 弧，好，肩膀转角的位置是有弧度的微微的弧度往外转开，但是呢，这里你是画不出脖子，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花花的位置，2号花花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然后1号花花的位置在它脸庞这个地方，1号、2号、3号花花是在这里，所以说你的肩膀画到这里的话，你不用再画了你直接就从脖子这个地方就起一个大波浪形的刘海起一个大波浪形的刘海出来就可以了，旁边添2根线卷曲发根卷一根起来。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基本上已经被花花给完全挡住了，所以说它基本上刘海的位置空余的地方全部都是它的刘海的位置头发的位置。好，
那基本上整个甲面上呢就已经是去占满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甲片它整个一个构图。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在甲片上去进行演示。拿出彩绘凝胶，这个彩绘凝胶是可以当做纯色平涂的啊。然后再拿出甲片，将颜色刷上去，我们去打一个白色底。好，整个底色全部给它涂成白色。刷成白色了之后，我们拿去照灯，照灯时间的话是120秒。白色的胶照完灯之后，我们把这个 S09彩色凝胶给它放到调色盘上，因为我这边已经取过了，所以说我就不取了啊。这个是甲油胶凝胶 S09，然后现在呢用到的是一个拉线笔，一个超细的拉线笔。我们是这样滑行去取胶，保证呢笔尖上没有胶珠，笔尖笔腹都是裹满了颜色。好。在甲片上中上端的位置，甲片没有修过，所以说不要去看这些细节啊。然后在甲片上先把它的4个位、4个边定出来，就是它的额头，我们找到一半的位置，好，找到一半甲片中间一半的位置，定下一个点儿，这就是它的下巴。然后额头的话，我们去定下来，距离后缘留一点点的空隙就可以了，方便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画头发。然后左侧脸蛋的左侧，好，脸蛋的右侧在37线上面，它的脸蛋两侧一定是在37线上面啊。不知道37线在哪里的，基础课第5章的线条构图当中有讲到过的啊。好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先去画出我们的3个组花朵，1、2、3。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脸蛋的左侧面这个位置去画一个花花，但是我们要控制住，不要让它把脸蛋给完全遮住了，可以挡住一点点，但是不能完全给它挡没了。好，好，可以了。3个，接下来画第2朵。第2朵的话，在我们的右侧脸这个位置，但是呢，它们要形成一个错位开来的角度啊，一个错位平行的一种角度。也就是说，它的水平线本身是在这里的，但是呢，我们把它的花心位置水平线往下移啊，也就是花心要定到这个点来。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花瓣儿就要往下来走。这里的2朵花形成了一种错位平行，错位平行在基础水彩课的第5章构图课里面也讲过的啊，错位平行。好，好，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角落的位置。每一朵花都能够看到花心，这个在基础课构图当中也讲过。在甲面上画花瓣的时候，不管它是靠近边角的还是正中间的，一定是甲片正方能看到花心。好了，然后现在呢，3个组花的位置，1、2、3啊，你看一下构图，3个组花的位置啊，1、2、3这个角度啊，3个组花我们已经画好了，现在要画它中间面部的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把握不好的，这里可以先拿去照灯啊，照了灯再来。好，斜下方这里斜线下来，画一个下巴，再斜线上去。
然后因为这个小人儿的话，它是比较，我想想，它是两边的话有刘海，再加上一个卷曲的头发，所以说我们不用去把两边的脸给它画出来，只需要把它的下巴位置画出来就好了。下巴这里线条有点粗，擦干净了再画。一个圆弧，不要那么尖，一个圆弧连接过去，好，不要那么尖。好，下巴的位置画好了之后，我们再去画他的眼睛。这边还有2个花瓣，在他的脸蛋旁边，这里还有一个花瓣。对，有2个花瓣是在左侧面和右侧面的位置，往上往甲片后缘去做延伸的。OK， 看一下它的眼睛，眼睛我说过，距离后缘在这个线啊，我们定的左线和右线这个线的位置去画眼睛，下面是鼻子和嘴巴。好，那么在这个线上面，好，去画出眼睛来，中线对开往它面部的啊，这里是中线，然后这里是边线，这个定的这个点儿，这里是边线，那这里是中线。在这2个空间的1/2处去画眼睛，也就是脸部的一个3期线上面去画眼睛。好，往下，眼尾，自然的弧度往下。好，下方一个 C 弧。这边横线眼尾往下，就算这边花花挡住了，你也要有一个往下的趋势，你不要太刻意啊。眼尖往下，好，下眼睑一个 C 弧。这里如果说画不好的，可以先在纸上面练一练啊，先在纸上面练一练形，再上甲片。双眼皮儿给它画出来。双眼皮儿，眼中间画一个细细的线，往上微微往上扬，对，微微往上扬 ，OK， 然后再画一条线，眼尖下来，好，眼皮上方斜着画一个线，糊糊的那种感觉，眼珠2个转角的位置，一个 C 弧，往外微微扩张的 C 弧，好了，然后把它的嘴巴画小一点啊，微微往上，好，这边连接起来 ，OK， 下嘴唇的厚度定出来，好，嘴角轻轻往下点一下，啊，嘴角是轻轻往下点一下，不要让它的嘴角翘起来，让它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如果说找不准面部轮廓的，一定要先按照线条的构图来练来走哦。好，现在呢要画它的头发了，它的额顶在这个地方，头发。你看这个弧线是往上扣着的，
一个 C 弧，嗯。好，这是发际线，头发，头发，顺着脸蛋儿就下去了。这里是一个虚拟的发际线啊，然后就全部都是往下斜摆的线。对，发际线往下斜摆的线。好，脸周围，那这里也是缠绕的。头发就是 S 型和 C 弧啊 ，S 型 C 弧，好，这样连接下来。这边脸蛋儿，斜线往下 ，S 型 C 弧，好，脖子，脖子，好，把脖子这条线画出来就不要画了，因为我们要去画头发了。头发这里打着平缓的 S 型弧度下来，好，转弯的位置扩张出去，就跟我之前教你们的烟雾飘带。好，头发这里露一个卷曲，露一撮头发是这样卷曲的。好，从这里露出来，发尾。那这边也是啊，发尾露一坨卷曲的。好，现在呢，整个甲面的一个我们要做的线条构图就完成了。